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小林弘信所著的《60岁以后要清除身体的锈》这本书。那么，人类为什么会衰老呢？为什么随着衰老更容易生病呢？对于这些问题，本书作者提出，所谓衰老，是因为身体的细胞生锈了。人体大约由37万亿个细胞组成，随着年龄增长，这37万亿个细胞会逐渐生锈，活力减退，这正是导致衰老和疾病的原因。那么，让细胞生锈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的活性氧。事实上，一个人的健康水平与是否有效对抗活性氧有着惊人的差距，衰老的速度、患病的概率，也会因为身体是否被氧化生锈而产生极端差异。甚至可以说，人生的走向就取决于你是否让身体生锈。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异常年轻？原来他们体内的某个部位异常年轻。第二，每天吃醋纳豆，竟然能年轻的让人嫉妒。第三，让37万亿细胞锈迹斑斑彻底清除的神级抗老习惯。首先从第一部分开始，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年轻？因为他们体内的那个地方异常年轻。前面我们提到，衰老的原因是身体生锈，而导致生锈的因素是活性氧。作者更进一步指出，肠道正是产生细胞生锈的温床，肠道与活性氧密切相关。肠道最重要的功能是从食物中吸收营养和能量，进入肠道的营养物质，通过肠壁吸收到血液中，随着血流输送到全身，再被各个细胞利用，成为身体的材料与能量来源。但如果肠道内充满活性氧，会发生什么呢？不仅营养会被吸收，活性氧等有害物质也会一并进入血液，循环至全身。这样一来，毒素会扩散到全身细胞，加速因活性氧引发的衰老与疾病。遗憾的是，肠道本身就是活性氧的重要产生源之一。例如，暴饮暴食、长期便秘或腹泻，都会破坏肠道环境。一旦肠道环境恶化，有害菌就会大量繁殖。为了中和这些有害物质，活性氧会被大量动员到肠道中。然而，当肠道环境持续恶化，活性氧就会过度产生，反过来攻击肠道细胞和肠内菌群，结果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化，活性氧继续增加，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如此，肠道环境恶化时，不仅活性氧增加，氨等各种有害物质也会从肠道进入血液，随血流散布全身。这些有害物质在到达各个器官和细胞后，还会进一步诱发更多活性氧的产生，于是全身各处都会受到活性氧的侵害。也就是说，以肠道为起点，活性氧带来的生锈伤害会扩散至全身。如果放任不管，最终全身都会充满活性氧，细胞逐渐锈化，身体不断衰退。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作者提出，要减少活性氧，改善肠道环境，必须进行专门针对抗氧化的肠道调理。其中的关键就是氢气。氢气是地球上最轻、无色无味的气体，它具有中和活性氧，使其失去作用的功能，甚至拥有能够瞬间清除活性氧的强大抗氧化能力。如今，医学界已经开始尝试将氢气应用于疾病预防和治疗领域。因此，通过增强这种抗锈长活的力量，抑制活性氧的肆虐，就是本书提出的核心策略。换句话说，让肠道内处于能够产生氢气的状态，是减少肠内活性氧、恢复肠道环境的最快方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肠道内的氢气并不是简单的通过吃某种食物或喝某种饮品就能立刻增加的，那就是短链脂肪酸。在维护肠道健康方面，短链脂肪酸是目前最受关注、极其重要的物质。所谓短链脂肪酸，是指在摄入膳食纤维等可发酵食物后，由肠道菌群在分解过程中产生的一类有机酸。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是由肠道细菌生成的一种有机酸家族成员。
那么，短链脂肪酸在肠道内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事实上，它的作用非常惊人。首先，短链脂肪酸可以成为肠道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其次，它还能增强肠壁黏膜的屏障功能，从而帮助预防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肠漏综合征。而且，短链脂肪酸的作用并不局限于肠道内部，当它们通过肠黏膜被吸收到血液中后，会随着血液循环遍布全身，在身体各处发挥作用，例如抑制炎症，作用于脂肪细胞，提高脂肪燃烧效率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短链脂肪酸可以称得上是肠道菌群创造出来的超级英雄。更重要的是，在生成短链脂肪酸的过程中，会同时产生氢气。正如前面所说，氢气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活性氧。也就是说，只要肠道环境良好，能够促进肠道细菌生成短链脂肪酸，那么氢气也会自然增加。这些氢气就能帮助清除肠道中的活性氧。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平时的肠道中持续生成短链脂肪酸和氢气，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抵御活性氧的攻击，走上一条不生锈的人生之路。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关于粗纳豆。每天吃粗纳豆，竟然能年轻的让人嫉妒。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正式进入具体的实践方法。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全身去锈、效果显著的最强肠道调理法，就是提升短链脂肪酸的最强组合。前面提到，要增加短链脂肪酸，最重要的就是大量摄取膳食纤维，建议每天积极摄入蔬菜、蘑菇、海藻类等食物。这些膳食纤维会在肠道中停留较长时间，一边吸附多余的糖分和脂肪，一边被发酵。发酵后的纤维会成为益生菌的食物，从而大量生成短链脂肪酸。而在生成短链脂肪酸的过程中，同时也会产生氢气，氢气再去中和活性氧，这就是整个机制。需要注意的是，膳食纤维分为两种：不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膳食纤维。如果目的是增加短链脂肪酸，建议重点摄取水溶性膳食纤维，因为水溶性纤维更容易在肠道中发酵，更容易成为益生菌的优质饲料。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材包括大蒜、洋葱、山药、各类蘑菇、海藻类、纳豆。此外，在食用方式上，建议巧妙利用醋。醋本身就类似于短链脂肪酸的一种，从口中摄取醋，可以进一步增强肠道内短链脂肪酸的效果。例如，洋葱醋拌、醋拌海藻如海运、裙带菜等。水溶性膳食纤维加醋可以说是最强组合。顺带一提，纳豆其实也非常适合加醋一起吃。纳豆包装里通常附带酱汁，但可以尝试用醋代替酱汁。纳豆和醋本身都具有丰富的健康功效，两者结合，效果更佳。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全身去锈的最强肠活法，有意识地调整饮食结构，让中间菌增加。要在肠道内增加氢气，减少活性氧，就必须培育良好的肠道菌群。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在此之前，我们先简单复习一下肠道菌群的分类。肠道细菌大致分为三类：益生菌、善玉菌、有害菌、恶玉菌。中间菌，大家都知道，要改善肠道环境，就要增加益生菌，减少有害菌。但在抗锈肠活中，真正握有关键的，其实不是益生菌或有害菌，而是中间菌。中间菌在肠道中数量最多，它们具有见风使舵的特性。当益生菌占优势时，它们会站在益生菌一边；当有害菌占优势时，它们也会跟随有害菌。具有代表性的中间菌包括这两类菌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属于产氢菌，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在代谢过程中产生氢气，而氢气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可以清除活性氧、对抗细胞生锈的关键物质。正因为如此，如果想增加肠道内的氢气，关键就在于如何增加两种中间菌。
而决定这两类菌群增减的最大秘诀，其实就在于你平时吃什么。一、如何通过饮食调节中间菌。一、后壁菌门。如果平时多吃碳水化合物和肉类，后壁菌门就容易增加。不过，它相对更容易站队到有害菌一边。如果只吃大量碳水和肉类，可能会让肠道内有害菌占优势。二、拟杆菌属。如果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蔬菜和海藻，拟杆菌属就更容易增加，而它更倾向于支持有益菌，因此增加它通常没有问题。二、饮食建议总结。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以下饮食原则：碳水化合物适当减少，多吃蔬菜、蘑菇、海藻等植物性食品，控制糖类摄入，米饭、面包、甜食、零食等。过量糖分容易助长有害菌繁殖，因此要有意识地控制摄入量。至于肉类，可以正常食用，如果完全远离肉类，可能会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另外建议，每餐至少摄取3种富含膳食纤维的菜品，例如沙拉、蔬菜汤、炒蔬菜、凉拌菜。只要掌握糖少一点、肉正常、纤维多一点这个基本原则，就能有效增加产氢的中间菌，让身体逐渐年轻化。接下来第二个重点长活方法，通过彩色蔬菜摄取植物化学物。随着年龄增长，尤其50岁、60岁以后，对抗活性氧的能力会逐渐下降，因此必须养成选择高抗氧化食物的习惯。那么，为了提升抗氧化能力，该吃什么呢？结论是，多摄取富含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的食物。3种抗氧化 ACE 维生素。一、维生素 A。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也参与身体发育。富含食物：胡萝卜、菠菜、青椒、猪肝、鸡肝，其中的贝塔胡萝卜素进入体内后会转化为维生素 A， 抗氧化能力很强。二、维生素 C。维生素 C 能保护细胞膜，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并促进铁吸收。它具有强力抗氧化作用，尤其能对抗活性氧中最具破坏力的羟基自由基。富含食物：柠檬等柑橘类水果、青椒、绿茶。注意维生素 C 容易因加热而流失。三、维生素 E。维生素 E 存在于全身细胞膜中，能防止细胞膜氧化。它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可以防止体内脂质氧化，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和血栓。富含食物：南瓜、牛油果、鱼类。什么是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是从植物的色素、香味、苦味等成分中发现的化学物质总称，它们大多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是植物为了抵御紫外线和害虫而产生的自我保护物质。例如，绿茶中的儿茶素、红酒中的多酚、大豆中的类黄酮，这些全部都属于植物化学物。据说种类超过1万种，不可能全部记住，因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吃颜色丰富的蔬菜。只要饮食中包含红色、绿色、黄色、紫色等各种颜色的食材，就能自然摄取多种植物化学物，从而增强抗氧化能力，对抗细胞生锈。那么接下来进入第3部分，让37万亿细胞的锈迹被彻底刷洗干净的神及抗老习惯。第1名，用3行日记切断坏的循环。第一个最强习惯是通过3行日记放下不好的情绪流动。为了不让活性氧在体内堆积，强烈建议大家养成每天1次重置压力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都会遇到烦躁、不安、焦虑、紧张，这些情绪会让人产生压力，打乱自律神经。到了晚上，往往已经身心俱疲。在现代社会，白天自律神经紊乱几乎不可避免，但真正拉开衰老差距的，是你是否能在当天把压力清零。为什么当天重置这么重要？如果带着压力直接上床睡觉，问题被搁置，负面情绪被延续，坏的循环被带到第2天，长期下来，压力会不断累积，自律神经紊乱加剧，
活性氧的产生也会增加，进而加速老化和疾病。而如果每天都能重置呢？当天的问题当天处理，坏的循环被切断，第二天能清爽地重新开始，日复一日，身体状态会出现明显差距。简单说，有没有重置习惯，会影响活性氧的产生量，进而决定老化和疾病发展的速度。最简单有效的重置方法，3行日记。做法非常简单，第一行写下今天最不好的事情，第二行写下今天最好的事情，第三行写下明天的目标。就这么简单，每天回顾一天的经历，写下这3点，自然会呼吸变得平稳，自律神经逐渐恢复，心情慢慢安定。很神奇的是，那些烦躁和压力会像融化的冰一样慢慢缩小。日记等于心理整理，写日记就像整理房间，房间杂乱时会感到压抑，整理干净后会神清气爽。同样的，把心里的情绪写出来，就是在整理心，这样第二天就能在更好的状态下开始，不再拖着昨日的负面循环前行。关键建议：尽量手写，一笔一画认真写，手写的文字更容易深入内心。在反复回顾一天的过程中，压力会自然释放。这是一个简单到不可思议却效果显著的方法，建议至少尝试一次。你会惊讶地发现压力真的减少了。接下来介绍第二个最强习惯之2:1:2呼吸法。活性氧与呼吸的关系，只要我们在呼吸，就无法完全避开活性氧。人体通过吸入空气中的氧气，在细胞内制造能量，而活性氧就是在这个能量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废气。人类每分钟呼吸大约12至20次，一天24小时算下来，大约呼吸2万次，而吸入的氧气中，大约有2%至3%会转化为活性氧。也就是说，光是活着，我们每天就不断在产生大量活性氧。呼吸方式决定伤害程度，活性氧对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很大程度取决于你怎么呼吸。不良呼吸浅而快，这是压力大、焦虑多、自律神经偏向交感神经的人常见的呼吸方式。长期浅快呼吸会导致脑部和身体供氧不足，容易气短，血液循环变差，皮肤粗糙，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同时也会增加活性氧的产生，加重身体损伤。良好呼吸深而慢，这是副交感神经占优势、身心状态良好时的呼吸方式。深慢呼吸时，横膈膜大幅度上下运动，吸入更多空气，脑部和细胞获得充足氧气，全身细胞活跃运作。因此，如果你习惯浅而快的呼吸，就必须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转为深而慢的呼吸。关键点呼吸是唯一可以主动调节的自律神经功能，血压、血流等大多无法靠意识直接控制，但呼吸不同，它是我们唯一可以主动调节的自律神经功能。也就是说，只要改变呼吸节奏，就能调整自律神经平衡，改善身心状态，减少活性氧带来的伤害。推荐方法1:2呼吸法，做法非常简单，吸气时间、呼气时间等于1:2。例如，用鼻子吸气3至4秒，用6至8秒慢慢呼气。重点在于，呼气时间是吸气时间的2倍，只需持续1分钟，自律神经就会自动趋于平衡。为什么有效？延长呼气时间，会自然激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占优势时，心率下降，身体放松，活性氧产生减少。这是一种随时随地都能做、零成本的抗老化技巧。60岁不是衰退的开始，而是身体管理进入精细化时代的起点。与其对抗衰老，不如理解身体的运行规律；与其追求奇迹，不如建立习惯。当肠道平衡了，身体就不再生锈；当身体不再生锈，年龄只是一串数字。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